是，刚刚老师其实提到的部分，不管是江泽民江八点啦，胡锦涛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他们在提到这部分，我看起来就开始也比较了解台湾的民众哦，因为过往当他们会说台湾民众什么爱钱怕死啊等等，我们看起来就会有所谓的对官方更硬，对民众更软，所以当时的确造就了两岸甚至在经济上的比较多的互动哦，这个是不是也是在这段期间我们谈到江泽民、胡锦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改变呢？对，是当时正好是整个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时候他们寻求发展是他们的一个主线。他们坚信从邓小平时代开始，邓小平就说了嘛，纵观历史，只要是跟美国关系好的都发了嘛，都富了起来了。所以他希望的是什么呢？解决台湾问题有个前提，就是毛泽东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没有强大的一个海军空军的问题，因此他才去向苏联去求助。现在他如果认为自己已经有机会有能力去发展自己强大的海军空军之后，他认为就可以拥有去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了啊。但是呢，还是回到那问题，不管是经济上的一些利好和民间上的交流再多，咱们就说民间交流，如果台湾的朋友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千岛湖事件吗？是千岛湖案件，那个实际上就是在两岸关系发展出现了两岸双通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等于非常交好的一段时间吧，民间交好的一个时间，刚刚准备顺利的发展下去的时候，出现了千岛湖的事件。所以千岛湖案件可以说让台湾人第一次清醒的意识到，如果我们跟对方去打交道，对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不仅是那一场灾难，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刑事犯罪的话呢，恐怕大家的思考都不会这么深，而是这个刑事案件呢发生之后，中共处理这个刑事案件暴露出来的各种黑暗，对吧？当时台湾民众就觉得什么是民主社会，什么是独裁社会，那就看的是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说，觉得千岛湖案件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中共的整个的体制和它的本质呢，从1949年到后来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大家不能为表面上的一些表象所影响。就像刚才他说9·2共识吧，中共来说没有过9·2共识。什么叫各自表达呀？是吧？你认为的两岸，中共认为两岸关系，刚才说了，两岸分治的现状就是台独，它只有存在一条两岸关系，台湾问题解决只有一条，就是中共领导的统一事业的完成。如果朋友们还有人认为可以在两岸磋商的情况下完成统一事业，甚至9·2共识由中华民国政府去主导一个统一事业，或者是互相认可的事业的完成，是不可能的。怎么能存在台湾方面去解释一个中国呢？那是犯了刚才说的中共的神圣不可侵犯里面的神圣的含义，就是说违背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不要为后来的一些小的一些民间的往来带来就让自己就错失对整体形态趋势发展的一个判断。其实后来像自由行很多的这些给台湾带来的经济和影响，负面影响几乎是共同存在的。这点大家都看到了。而且中共现在是给就给，不给说拿走就拿走。台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跟中共走到一起，他们总有一天就会跟香港一样的，说给你是施舍给你，说拿走也就一夜之间就拿走。